大家好，我是林桂如。我是吴炳生。最近其实蛮多人问我说我的工作是什么，那我通常都是回答我是作曲的，就是作曲家这3个字，我觉得有点沉重。那我近期的创作领域大概就是以作曲为主要的出发，那有写给音乐会形式的作品，但也有大概1半以上的这个创作的量是跟比如说剧场啊，或是舞蹈啊，或甚至是新媒体的艺术家们，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一起来做合作的创作。我是吴炳生，那我是对声音这个领域很有兴趣的艺术工作者。那我本身是在召开艺术担任音乐统筹，然后也以声音设计、音乐设计的角色参与了不同艺术形式的演出。那自己个人也很热衷在于新媒体艺术这个领域里面声音音响的现场演出。作品名称是都奥比伯杯，移动三角锥。那其实主要的出发点应该是来自于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想法，后来就刚好我有提到说，我之前有一个旧的作品是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面，然后声音的素材是蝙蝠。那这个之前的作品也就跟所谓的声音的空间有一些连结，所以我就想说，这次好像可以用这个当一个出发点，再一起来试试看。那我从我这边角度，其实就是因为过去的作品也都是跟空间有关，就是声音在空间里面，所以其实这次包含蝙蝠的这个元素，其实会有蛮多空间可以发展的，对吧？那其实就是 Ambisonic， 其实就是在一个特别的空间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在听觉上面特别有空间感的一个创作。那在创作的内容上，就是小龟老师这边主要是用蝙蝠的声音嘛，那我另外就是用一个比较电子的机械的声音去做这个对话。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自己觉得还蛮开心的部分，就是这个合作，这个创作是真的有点像一个合作跟对话，就是可能，我丢一个想法，然后炳生这边有一个想法加进来，然后再逐渐的做变化，这样。那对我来说，一开始来认识这个所谓的 Ambisonics 或是这个所谓沉浸式的这个音响系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困难，就是有一点点像要学飞，就是你想象中好像飞起来会很棒、很优雅，或是蝙蝠的飞行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哇很惊讶的地方。可是那个中间有很多的技巧，然后也有很多我们3度觉得自己的听觉好像有一些状况，就是一直有一个撞墙的这样子的情形产生，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经验其实也蛮妙的，就是好像它像一个学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逐渐了解到，对于这个系统，可能我们接下来有兴趣想要发展的方向，所以就也才让这个作品的作品名称变成 Do a b i b Boy。所以这个作品就从我出了蝙蝠的声音开始，那我就说，炳生，那你要有一个什么声音的角色，所以它产生了一个苏西这样子的角色。那么除此之外，我们都共同蛮希望听众可以对于所谓声音的路径有比较清楚的感知，或者是想一下说，当你比较清楚的知道声音是在做什么运动的时候，对于这个聆听，会产生一些什么影响，这是有点像是我们共同有兴趣的事情，所以就逐渐的，把这个作品的每一个部分慢慢的长出来。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炳生有一个很棒的想法，他就说，他有想到他的这个 TD 这个 Touch Designer。TD 最主要其实就是做一些即时的视觉的处理，那它其实里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基础的模型这样子。那其实我会有一个想象，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旋转这些现有的模型，那去收集那些模型的坐标位置，那把那个坐标位置当成我们声音的路径，会有这种想象。那当然就是这个模型可以做很自由的运动，或是旋转，或是变形。
那我想无论如何，声响实验室是一个对于声音透过发想、透过想象，再透过实践去创造很多不同可能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域。那这一次不是一个视觉的作品，但是我觉得秉胜的想法很好，就是让这个视觉上面的这个形象或是所谓的路径，把它延展到声音的表现上面。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合作最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问我，我大概一辈子我根本就不认识 TD 这个软体，所以我也不会想到说所谓的路径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生成。可是秉胜有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是你丢我捡呐，就是其实我们也不确定会不会成功，可是其实后来的结果就意外的，就是蝙蝠这个声音非常适合这些我们在路径上面的变形啊，或是处理。金瑶找我来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好斗系列，他希望可以让所谓做当代作曲的这样子领域或是出身的所谓的作曲家，跟所谓的声音艺术的工作者，可以就是放在同一个系列。然后他讲得很自由，他说你们可以互相有关联，也可以就是各做各的。就是对于 Ambisonic 的系统会好奇吧？那我可能自己一直对于所谓创作作曲这件事情，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发展的管道或是可能性，都抱持有蛮高的兴趣。所以也一方面因为这样会跟剧场或是舞蹈持续的有合作，那也跟所谓的声音艺术家一直有一些合作之外，也都觉得有适当的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来碰撞看看。所以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跟机会。